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宏陆委员、林珍宇议员、廖达奇教授、林玉芳委员、王玉明委员、曾宪颖议员。好，那么金夏之事件还没了，不过慢慢新闻事件已经没有那么多，我们反正就是一件接一件嘛啊。那金夏完了啊，就突然这个苏丹红起来了，就去报苏丹红，然后现在这个虐童案起来了，就去报虐童案啊。好，金夏事件啊，管碧玲现在本来说你第一时间有人死了，再怎么样死者为大，怎么对死者表示一个你说歉意也好，遗憾也好，反正就表示一个这个哀悼的意思嘛。管碧玲说现在为没收证录影带，让家属煎熬致歉，他一定想半天。我要想这个什么理由，终于想出来一个哦，因为没收证，对，这是错了，对不对？该收证，所以呢，谁煎熬呢？家属很煎熬，家属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为这个事情致歉啊。那等于我再看，等于间接向世界，直接向家属，因为没有录影带致歉。然后呢，现在说直交了哈，宝贝，王宁想回家，那你那个尸体还放那边干什么呢？你检方要解剖就赶快解剖嘛，对不对？而且你真的有必要解剖吗？第一时间的时候他们是要把它烧了，说家属反对，所以没烧。那时候烧了不也就烧了吗？好，那没烧，现在在那个地方，家属也想领回去，你也不给他领，那你放在那边做什么呢？哦，我也不懂啊。那下一步到底怎么样？说连金门红十字会意见都分歧了，有的说要介入，有的说不介入，有的说应该有最早是红会对红会，哦，现在说。管碧玲那么强硬，我们红会也没用啊。那红会干嘛介入呢？介入不是这个里外不是人，吃力不讨好吗？所以红会有意见。不，另外最可恶这王定宇了。你做个立委啊，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要再三查证。当时他说这个大陆要我们的海巡人员到大陆受审，所以今天牛许婷啊，小牛就去问管碧玲有这个事吗？管碧玲就说外界的诸多描述不尽精确，就是没有这个事情嘛。哦，你看。据我了解，外界现在诸多的描述不尽精确，哦，我很希望大家对诸多的讯息还是要冷静，哦，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媒体也是说，消息如果真的有这个事，消息走漏，为什么可以走漏呢？对不对？到底怎么状况？哦，那何况没有这个事，你又编出来，那更不应该了。当时王定宇是怎么咨询的，或是他怎么脸书上怎么讲？脸书了，他说大陆方面。据了解，中国谈判代表提出的要求之一，包括台湾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讯问。当然不可以嘛！这牵涉到主权问题，我们的人怎么会被你讯问呢？那另外，我也不相信他们会提出这种笨问题。大陆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也不可能同意啊。那提这个问题干嘛？你提一个对方不能同意的问题，你提这东西干嘛？哦，那王定宇的消息从哪里来？他应该讲清楚，谁告诉他的？是我们的海巡人告诉他的，还是我们检察官告诉他的，还是我们谈判代表告诉他，还是管碧玲告诉他的？你总有个消息来，你自己做梦到的，到底怎么回事？哦，而且这个是引起对方也很大的反弹。对方后来说哪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嘛，没有这个事情。两岸已经这么敏感了，两岸就是生怕不要有擦枪走火，生怕误会引起升高冲突。那你还火上加油去丢一个假消息出来，那到底什么意思？哦，我们看一下。船可不可以进入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做清淤？不可以啊！不可以，谁告诉你不可以？这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行政院长陈建仁、海委会主委管碧玲12号备询时才明确说出，大陆船只不能经过金门限制水域进行清淤。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立刻拿出文件驳斥。104年12月17号开始实施，运送客货轮廓经过金门禁限制水域进入大陆地区厦门港是被允许的，好吗？要处理刀数，连两岸的之间的所有的历史的过程怎么都不了解。陈玉珍出示交通部公告表示，运送客货的船舶是被允许经过金门限制水域进入厦门港。这时站在一旁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出面答复：双方当时没有跟现在这个刘武电航道的是允许的吧？协议过了。对，允许的吧？所以你怎么没有公文呢？邱泰三口中的刘武电航道是自古以来厦门地区各个海港进出台湾海峡开阔海域时最常通航的航道。在马政府时代，两岸协商开放刘武电航道。陈建仁、管碧玲、邱泰三对于刘武电航道理解有出入外，当天下午海巡署也澄清，挖泥船适用两岸条例，不适用2015年公告，因为清淤船不是客货船。而且，即便公告内的船舶进入刘武店港区，也要通报，
否则海巡船舰会持续驱离。现在让我很感慨啊，台湾的一些官员啊，一些部门经常搞不清状况。刘武店航道数据，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是常规。大陆渔船反腐两死案让金厦海域紧张情势升温，也让刘武店航道争议再起。好，这个什么叫刘武店航道哈？那这个是大胆二胆在我们这里。那这个刘武店航道呢，是一个挖泥的一个航道，这是在厦门岛，好像明清还是大概明清时代，那时候有一个姓刘的在这个岛里面开了5间店。这就叫做刘武店，所以这个航道就叫刘武店航道。每3年大陆会过来清一次，就是清淤了啊。那我们说不行，后来又说可以了哦，都自己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后来呢，海委会又说是正常的周期作业，就3年清一次嘛。所以大陆官员才会说，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你们历史什么你都搞不清楚，每次乱讲一通等等的。玉芳兄，这样子啊，这个我觉得管碧林。这一番话哈，是迟来的正义了，你当时我们就建议说要道歉，不管怎么样，人家死了，人家家属那么悲痛，表示一个歉意嘛，对人道的关怀嘛，民进党不要，到现在才讲，你要知道人家讲过去是没有错了，英文说 better late than never， 有说总比没说好，但也有一句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那如果说你搞这么久才道歉，那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不过针对王定宇的这样的一个发言荒谬的发言你想想看，我们的海巡人员怎么可能到大陆接受讯问呢？大陆怎么会提出一个一定会被拒绝的一个问题呢？所以王定说这样话，就是让一个两岸已经很不好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更糟糕，就是这样。那这个管碧林等于是间接的打了这个王定一个耳光了，我认为是对的了。那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刘武店这个事情，其实要放大来看，就所谓禁限制水域的问题啦。你在两岸之间究竟要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好？很多人讲就要战略清晰啊。你知道，那就先讲美国跟中国，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你知道，川普的时候就说要回到战略清晰，不要战略模糊。结果还是战略模糊，一直到现在，拜登的时候又检讨一次，还是战略模糊，因为很多事情是讲不清，没有讲清楚好，你讲清楚反而不晓得怎么办。像禁限制水域的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个刘武店只是禁限制水域的牵涉到了一个小问题而已。你现在禁限制水域你怎么执行？我非常的同情海巡署的这些官兵，非常非常同情他们。我跟他们一起去过这个太平岛2次，知道他们全世界没有像我们海巡署这么可怜的。不仅要在海上执法，还要负责守太平岛、东沙岛这种岛屿，这根本不是他们的专长，他们的专业，他们也要做非常疲惫。那你现在教他们怎么去执行禁限制水域？先讲道理来讲，我记得我在这边第一天我就说过了，我们的马山到对岸的角屿1800公尺，我们把人家画一下，1500公尺是我们的限制水域。不准中国大陆的以那个船舰进入，然后呢，马祖的高登到对岸的黄旗呢，8.8公里，8800公尺，我们划6000公尺，6公里叫做限制水域，中共的船只不容进入。你不要讲别人，你问问看，这合乎中线的原则吗？你这样搞，大陆也让你搞了几10年，为什么呢？两岸关系。模糊总比清晰好，所以老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你像这一搞，国台办你讲了没有禁限制水域，那没有禁限制水域，你要海巡署怎么去取缔进入禁限制水域的中共的船只，不管是渔船、海警船还是军舰？先讲渔船好了，他来1艘你取缔1艘，他如果来10艘，你有办法取缔10艘吗？中国大陆他们的渔船是像队伍一样，是不是纳进了他们的民兵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的，他可以一次动员。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老公我说他就搞个晚上说几百条渔船把金门这样团团围住，后来50条渔船、100条渔船，你要怎么处理？第二个，他如果海警船呢？你要抓他海警船吗？他如果拒绝你抓，你要把他击沉吗？如果他来军舰呢？你说我们现在4000吨
的那个船，海巡署的船，我们现在有4艘，还要造什么什么？你知道，他们3000吨以上的船啊，就已经几十艘了啦。所以我们怎么跟人家比这个数量？所以我要回过来再讲一句话：两岸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政治问题要有政治的艺术，你一定要把它理得非常清楚。那你现在进限制水域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然后中国大陆把这一次的危机就变成它的机会，它一次就把你宣布禁限制水域不复存在，那你现在我们未来怎么办？来，廖教授。是，其实我先要说一下啊，刚才我其实听了林玉芳委员讲的这一套禁限制水域，还有那个刘武店航道。其实讲，我是今天听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些比较细节的海域管理啊，所以我禁不住要同情一下管碧玲啊。我简单讲一下管碧玲的历史背景，因为他在我们高雄待了很久，他原来也是教授，那个海委会也在高雄，也是，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管委员哈。那他过去是在我们高雄，他是谢长廷当市长的时候，1998年了。他到高雄去，先是做新闻处长嘛，后来又去做了别的事情，所以受谢长廷重视，他也被归类为谢系。那他的个性是蛮敢冲，是那种基本上就是爱表加一样，好，我就是拼才会赢，但是也蛮识时务的。那所以呢，他在这个谢系里面已经是大姐大了。后来他要争取在高雄市选市长，那就碰到陈菊嘛，陈菊要刘世芳嘛。我想各位可能还记得，他跟刘世芳跟陈菊是硬干。最后他们2个都没有拿到，是陈其迈出来啊，这有一段历史。那他因为在谢系垮了嘛，在民进党里面，那他也不是新潮流的，新潮流陈菊这些当然不要他，因为他太悍了，所以他当然后来就靠小英。小英总统蔡英文就把他作为不分区立委。不分区立委他很想当行政官，他是学行政公共行政的，他是台北大学公行系的教授，所以他很想回到行政系统，所以分了半天，曾经希望到教育部没成。那后来，现在给他了个海委会，但是诚实讲，我必须说，他跟我一样，对海事其实，即便我们叫教授，我们对海事的了解非常稀薄，要经过林委员的开示，才了解这么多的细节。那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那个金厦航道里面是不是可以直通大陆人可不来。我相信跟我一样，都是在学习当中。所以处理这个事情，他其实对他来讲，我已经超过他原有知识的负荷。那所以他今天是这时候道歉，不排除第一个是可能他第一时间的反应，那可能跟府方这边是因为还是牵涉到两岸关系还有国家安全嘛哈。那他自己的个性上面也是大姐大，所以很冲，还要护卫海巡署人哈，绝对要保护自己的人。那到后来呢，整个情势下来，资讯也多了，我觉得他看到中间危险。还对我们自己真的是国防安全，就是刚才林委员讲的一套，我们讲海巡署在这个区块里面怎么工作。而且他也开始澄清了，比较恢复到比较像正常教授的身份，比较尊重知识哈，而且开始了解一些实际的这个状况以后，所以态度也比较缓和。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实中共这边放的讯息还有作为上，就是步步紧逼，有软有硬。那我相信我们府方高层也收到讯息，包括邱国正讲，国防部长讲了，他日夜担心。那这些讯息加总起来，他开始做视实务者为俊杰的步骤。开始道歉了，我想这是终于从歪来歪去搞不清状况，进入到要真正面对这个现实，面对这个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这是我的一个解读。你这个解读又勾起我的回忆了。谢长廷当高雄市长的时候，因为我在台北嘛，是因为我们老朋友了，议会同仁立委，他也是特别从高雄来台北请我吃饭，两个单独大家聊聊老朋友聊聊天。管碧玲的时候就在他做他的新闻处长，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非常受重视。那么什么叫协力者呢？哦，那这个民进党委员问邱国正，邱国正就说哦，只要言论是有利中共不利我的，就叫做协力者。哇，这很严重了。协力者是叛国者呢，要不要受到这个刑法的严重的处分呢？哦，那所以呢，民进党委员说，你国防部应该定个标准呢，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对中共有利，对我们不利呢？哦。然后呢，邱国正说我没有办法回，哦，所以国民党说要回到戒严时代了，哦，因为言论就以言论来认罪啊，就言论就给他一个罪名啊，对不对？我们通常讲说言论不罚，思想不罚，特别思想是不罚的，
哦，你不能说因为人家有台独思想以前就罚人家，哦，你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有统一思想就罚人家，要着手实施才算了。哦，那到底这个言论，比如说名嘴讲批评我们政府，那你批评政府可能都被认为说对我们不利，对老共有利嘛？哦，认知作战又来了，那怎么界分？那以后是不是又回到言论管制时代呢？戒严时代呢？哦，那民进党就说呢，这个要用光谱来判定什么光谱，怎么判定啊？啊，要成立一个卓越中心来应对啊。学者说，难道批评执政？哦，这廖元好了，政大廖元好这个教授说，难道批评执政就是中共同路人吗？是。哦，就因为你两边在对峙嘛，那你批评他，可能那边就觉得高兴嘛，甚至引用，有时候会啊，讲的话被引用。那么没有叫他引用啊，他引用也不付钱，他引用了，那引用以后呢，就说你看看，哦，为匪作伥，哦，帮老共讲话啊，所以呢，媒体也说，你现在叫恶论言杀自由，扼杀言论自由，政府走向成魔之路，像个魔鬼一样啊，变魔的。我们看一下，有任何讯息对我们反而不利，也造成一些那个言论对我们不利啊，对方有利。这我就初步就认为他在立。此话一出，引发热议，而让国防部长回答这题的是新科民进党立委沈伯洋。以往过去这些状况，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认知作战，那我们的标准，然后以及我们认定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确实，对岸对我认知作战加剧，但又该如何界定针砭时事的言论是不是中共在地协力者呢？他到底是或不是？那后面不管检调单位啊，他会查。我想每一个人他要做任何事情，他脸上不会贴了一个标签。国防部也说，到底是不是也无法100%断定，但这顶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若被胡乱扣，就怕造成寒蝉效应。这个感觉就是戒严时代的复辟啊！哈，这民进党的立委质询国防部长好像套招一样。在野党立委质疑绿营根本是套招质询，用意识形态制造对立。那国民党立委又是怎么质询？也要谢谢委员，真的很认真哦，我学习了，我学了很多，真的很感动。国民党新科立委陈永康针对海巡事件的质询，让陈建仁罕见对在野党立委少了肝火，多了感动。在那个委员啊，这个讲得很精辟啊。事实上，我在那边听了以后，我归纳成2个重点。陈永康登板后的3次质询，少了炮火，被询者都说赞，但立委在质询战场上的尺度进退要拿捏得宜，才是真功夫。那汪远，秘密。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是一个很矛盾的政党哈。过去他们争取言论自由，但是拿到这个执政权之后呢，他会用很多地方来限制大家言论自由，而且呢，他们现在很擅长就是扣帽子。哇，你如果是批评我政府的，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哦。像我们前面刚刚在讨论哦，这一次这个金厦的这个撞船事件。其实之前民进党就用这一招，国民党的立委只是想要帮这一些死亡的这个受难者争取一些应有的人道的关怀。他就说你这个就是中共同路人，因为你都是站在中国大陆那边，你没有捍卫我们的海巡人员，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摊开来讲，大家就这个事情据理大家来好好的谈，那马上就扣帽子。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忘记他过去在野的时候，他多么的捍卫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是权力的魔戒吗？就是拿到了权力，绝对的权力之后，他处处设限。无论是过去这个 NCC 这边的，就去关人家的电视台，还有现在他们的不分区沈伯洋这样的言论还一搭一唱。那这个邱国正的言论真的是太简化，认知作战了，没有人这样子讲的，就是说对我方不利的，这个就叫做认知作战。这个在美国他们的定义不是这样，他是说利用争议讯息破坏社会的网络跟深化对立。它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是就你这个言论一出只要有利对方不利我方，那我就说你这个叫认知作战。这个扣帽子真的是扣得太大了。那如果台湾社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对立跟分化，难怪我们刚刚在检讨说，一个海委会主委你谈判了15次，结果一个争议事件你谈不下来，还越谈越僵。然后现在是看到这个觉得苗头不对了，是不是这个赖清德520也快要上场了？结果你这边还有一个争议的
事件。那万一他520就职那一天，大家开开心心的，结果大陆他的可能这个不开心，这个事件还没有落幕，然后他所有的船都出动，我们现在的空域已经非常紧张了，我们的战机频频升空，那难道让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巡就还要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峙紧张的状态吗？所以民进党有时候是后知后觉，这件事情你老早展现一个比较是高度的人道关怀，道歉。一切不是从态度出发，愿意谈，那不是一切。我相信不用经过15次啊，应该3、5次其实就可以解决。但是不是他们一下子就是要拉高，然后在这个内政委员会他做什么？管贝你第一时间去开炮这个召委，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去挑战召委定出来这个名称，他就一开始就要引火，然后就要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所以你不觉得他很矛盾吗？然后升高到这样之后突然收尾，然后就说哎呀，真的应该要道歉，事隔1个月才想起来要道歉。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做法，其实大家看起来都觉得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也不是一个让大家值得信任的一个执政党该有的一个做法。执政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帮人民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进党就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频频制造两岸的对立跟冲突。好不好？这个夏立言啊，今天又去访问中国大陆啊，他去哪里呢？说先到重庆。然后再到成都、济南、青岛这些地方，主要还是去看台商，表达谢意，因为现在跟台商没有什么政府之间没有什么沟通管道嘛，哈。那所以呢，这个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人家骂我是吴三桂，他吴三桂是手握兵权呐、我又不是政府，也没有兵权，我去，对不对？也不代表任何人啊。那我有言论自由，我只是代表国民党去对话。表达对金厦海域事件的看法，他说这个是不是应该的？我不能讲话，不能有意见吗？叫什么吴三桂哦？那陈玉珍就反呛说：那如果夏立言是吴三桂，民进党就是崇祯皇帝哦。说得不错，做得不错。那另外呢，好 ，GoGo 他修正他的这个地图啊，突然把我们的天宫3型的飞弹基地很清楚的都看得到了。那邱国正就说：我们要找 Google 问清楚。你这一清楚的就已经被拍下来了嘛？你就算再把它模糊，也已经对方也知道。其实我认为对方早就知道了，他卫星那么厉害，他会不知道嘛？哈，那我常常觉得很好笑了。我们坐飞机对不对？在飞机上就告诉我们现在马上要下，因为松山机场是军用、民用合用机场，你们不可以拍照，拍照就违法。现在还要靠在飞机上拍照，这不很无聊吗？听了都很好笑，对不对？然后很多的什么军事重地都不准拍照。不准狩猎，不准一大堆，不准绘图，要什么时代的嘛，还是在讲这个东西，好吧？然后呢，大家就笑了，说天宫现在这么清楚，在 Google 看到，那赖清德赖皮了呢，现在突然被在 Google 上被模糊掉了，哦，朦胧变成一块朦胧的面纱，就网络就开始爆炸了。这怎么原来可以看到的，现在看不到了？原来看不到的，现在看到了，到底搞什么鬼？哦，那怎样要去协调谈判吗？另外，台东外海老共舰出没了，我们的海风大队的飞弹发射架突然升起来了，哇！老百姓游客也很紧张，说这样要发飞弹了吗？要打仗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啊？来，这个张伟，我先说啊，这个像那个邱部长他所说的啊，说什么言论这个，我个人是觉得他可能说得太快，应该行为啦。如果你行为有利中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比较明确的一个对应啦。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看到很多报纸啊或报道的啊，对不对啊？用一个社团的名义去买票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种的界定比较正确啊。我觉得他可能讲太快，不是思想了。如果思想，每个人有时候都会幻想。那我觉得幻想就有了，那我也觉得比较说不过去。但我觉得是行为，如果你有这个行为，你就一定是啊。但毕竟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啊。那你在说这个 Google 的地图，我觉得这一点国防部必须要自己要稍微要检讨，就是说，其实这个在其他国家有很多的涉及机密，都可以事先跟 Google 沟通，有哪个地方你不行，都可以事先沟通。那
Google 在台湾也有他们的代表在这边啊，那我们应该要事先跟他沟通哪些的地方不行，你就必须先讲，我把这个清单列出来。如果国防部跟你沟通，你不听，我们还有数位部，还有什么的很多啊，对不对？甚至我们也有财政部，也有什么经济部啊，你如果不有，我也可以撤销你公司登记，有很多的手段去做这个事情。我倒觉得说，以后啦。这个事情要先去做了，不要让它发生了再来了哈。而且我不相信这个 Google 它开始要做这些的时候，它没有申请，它没有什么，我不完全这么认为，所以可以料敌从严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要事先去做。这以后国防部应该要做到这样的。我们待会有沟通，不过只沟通赖清德那个赖皮忘了沟通这个，那个沟通成就很高兴。对，来，李方兄到底怎样？我现在这样讲我觉得邱国正的压力真的可能是很大，因为这可以想象，这种在黄埔这种文化里面长大的这种军人，在民进党这样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这样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很辛苦的啦。我想他也不会再干的啦。但是我认为他最近是太疲惫还是怎么样？他说了很多的话，晚上睡不好觉啊。对，但是睡不好觉这种东西还在叫幕僚好好准备。你看他前次讲第1集是讲得非常的粗糙，很可怕。他说他上来把第1集的定义给改了，你不是三军统帅，你不能讲这句话尤其是在裴洛西到台湾来之后，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军事反应之后，他说连那种规范要怎么执行都已经改了。好，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讲完了以后的第2天是怎么样？你的副国防部长就打你的脸了。那接着你自己还打你自己脸，你又修正了。像这么重要、重大的这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一个部长这样说话真的不太好。譬如你在讲的这个什么的协作者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严格讲就所谓的通敌分子呢，就是中共同路人的意思呢。你讲说只要对我不利，对对方有利，那我要请问一下，谁来做这个定义？你这个定义是你部长一个人就可以做吗？显然不是嘛。那你的规定，你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部长讲这种话，应该讲说这种东西要有具体的证据，而且要严谨的判断，我在这个地方大概没有办法，就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你应该这样子讲比较好，因为第1集这个名词，尤其我回来讲第1集，现在讲第1集是核子战争的概念，就是说你第1集摧毁敌人的核子的弹药库，当他在反击你的时候，那个反击叫第2集。第2集反击你的时候，他能力降到最低。而且他讲他修改是怎么修改？他说以前是认为是中共开了枪开了炮，这才叫中共的第1集，那我们就要有所反应。他现在改了，只要他的飞行器进入我们的这种对进入我们的等于是海域空域了然后我们就要攻击。其实这样讲都不对。你知道敌人有时候第一个很可能这个东西是一个误判，也就是说那个机器可能失灵了，中共的无人机可能失灵了，或者他有意之在做一个试探，然后你就把它强烈的反击攻击。我认为这不见得是好，你要评估那个威胁的力道有多猛，然后你再来判断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都觉得国防部长不管你要不要继续做，我认为你在立法院在公开的讲这么敏感的国安的这样的一个名词要去定义的时候，真的谨慎小心一点。我还是劝一下邱国正部长，晚上好好睡觉，睡得好是很重要。晚上睡得好，白天那个判断呢决策才会正确。那既然蔡英文、赖清德还有那个国安局长都睡得很好，那你干嘛睡不好呢？你一个人睡不好有什么用呢？好，休息一下就好了。就我稍微补一下，就。